当我们说到净土，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但还有一种净土信仰，比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更早流行数百年，而且信众一度最多。道安、玄奘、虚云这几位大师都发愿要往生到那里，它就是弥勒净土。为什么弥勒净土如今几乎被遗忘？大家只知道寺院门口那个笑呵呵的弥勒佛。今天我们扒开这段被掩盖的宗教史，揭秘信仰的兴衰密码。今天我们要深入挖掘的就是这段关于信仰的商业竞争史。我们会为你还原弥勒信仰的真实面貌，看看它在印度、中国、日本是怎么一步步崛起的，又是如何在一个漫长的赛跑中，最终输给了阿弥陀佛的。对，这不只是一段宗教史，你会发现它背后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人性选择和怎么说呢，传播策略的较量。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这场被历史尘封的净土之争。好，那我们就从一个最颠覆认知的地方开始。我们现在都觉得净土信仰约等于阿弥陀佛信仰，这个印象完全是后来者居上造成的结果。对，无论是在发源地印度，还是后来的中国和日本，弥勒信仰的流行都明确地早于阿弥陀佛信仰，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那个影响力可以说是碾压式的。碾压式，这个词用的可不轻啊，有什么硬核证据吗？咱们先看看印度那边的情况。证据相当硬核，主要来自两位顶级驴友的旅行日记，一位是东晋的法显，他的《佛国记》知道。另一位是唐朝的玄奘，他的《大唐西域记》。这两本书是公元3到7世纪印度社会风貌最真实的记录。在他们的笔下，从北印度到南印度，到处都能看到人们在建造供奉弥勒的雕像，相关的信仰活动非常普遍。明白了，就好像今天我们去旅游，到处都能看到当地最火的连锁铺一样。这就说明弥勒信仰在当时是绝对的主流。那阿弥陀佛呢？在他的故乡总该有点动静吧？阿弥陀佛或者西方极乐世界一次都没有被提到过，一次都没有，一次都没有。这个对比太明显了，这说明在那个时代，就算已经有人在信阿弥陀佛，也完全不成气候，跟当时如日中天的弥勒信仰根本没法比。这么说，在印度，弥勒信仰简直是压倒性的优势。那这个趋势传到中国之后也是一样的吗？还是说阿弥陀信仰在中国找到了反击的机会？传到中国初期的格局基本没变，弥勒信仰还是那个领跑者。资料里提到，中国最早系统性的倡导弥勒信仰的是东晋时期德高望重的高僧道安法师。他带着弟子们在弥勒像前发誓，说我们这辈子修行目标就是要去弥勒菩萨现在所在的兜率天。我记得阿弥陀信仰在中国的兴起，标志性事件应该是慧远法师在庐山搞的那个白莲社，一群文人雅士对着阿弥陀佛发愿。完全正确，但你看这个时间线道安法师的时代比慧远法师大概早了10年。还早了10年。对，虽然只是短短10年，但这个先来后到的顺序是很清楚的。阿弥陀信仰真正开始发力，要等到几百年后的唐朝，出了道绰、善导这几位超级厉害的大师，他们把阿弥陀的教义梳理得特别清晰，传播的也特别给力，才慢慢的把局面给扳了回来。那到了日本，是不是也复制了这个模式？复制了，而且时间差拉得更大。根据日本的史料，佛教最早传入日本的时候 ，C 位就是弥勒。公元584年，当时的大臣苏格马子从朝鲜半岛的百界国请来了一尊弥勒石像供奉。可以说，弥勒是最早一批住进日本佛堂的佛菩萨，而阿弥陀信仰呢，要晚了将近70年。哇，70年！对，直到公元652年，才有僧人在皇宫里第一次宣讲关于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经》。哇，这证据链可以说是相当完整了。印度、中国、日本3局全胜，弥勒信仰是当之无愧的先辈。这就让我更好奇了，这个曾经让无数人向往的弥勒净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它跟我们熟悉的极乐世界画风一样吗？
这个嘛，就是弥勒信仰最特别也最复杂的地方。它不像阿弥陀信仰那样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彼岸世界，它其实提供了2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国方案供你选择。这也是后来信仰演变的关键。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我们可以叫它人间乌托邦模式。人间乌托邦，这名字听着就有意思。极乐世界是在离我们10万亿个佛土之外的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你的意思是，弥勒的这个净土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实现？正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积极和入世的想象。早期信徒们的核心愿望不是死后去哪里，而是希望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当弥勒下凡成佛的时候，自己能正好也投胎到这个世界上，亲眼见证、亲身参与那个黄金时代的到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黄金时代？资料里有具体描述吗？描述的非常具体，简直像一部未来世界的纪录片。那时的地球啊，大地平坦的像镜子，没有山川沟壑，物产极其丰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气候宜人，没有自然灾害，人也不会生病。最夸张的是，人类的平均寿命长达84000岁。84000岁？对，而且身材高大，人人貌美。整个社会有一位叫转轮圣王的理想君主，用道德来治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等，84000岁，这数字听着就让人头晕，感觉像是科幻小说了。对当时的信徒来说，这真的能成为一个具体的目标吗？还是说，这更是一种终极的象征性的美好愿景？你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太远了，远到有点让人失去耐心。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感，后来弥勒信仰内部就进化出了第2种方案，一个更接地气、目标更明确的模式。哦，叫天上玉刻班模式。天上玉刻班，这又什么操作？这个方案的核心诉求就变了，别等那么久了，这辈子生命结束之后，你可以立刻申请去弥勒菩萨现在待的地方兜率天。兜率天是天界的一层，经典里描述那里全是七宝宫殿，有鸟语花香、仙女奏乐，总之是一个充满喜悦和满足的地方。啊，这个听起来就熟悉多了，更像是我们理解的天堂概念。先进去享受再说。对，但那不仅仅是享受，最重要的是你在那里可以亲耳听弥勒菩萨讲课，答疑解惑，相当于进了一个成佛的预备班。VIP 辅导班。没错，就是 VIP 辅导班。你在那里学习、修行，等到未来地球环境进化完毕，时机成熟了，再跟着弥勒老师一起毕业，降生到人间，共同建设那个完美新世界。你看这个方案是不是现实多了？他把一个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变成了下一辈子就能实现的小目标，吸引力一下子就上来了。我明白了，一个着眼于终极未来，一个立足于当下身后，2种方案满足不同需求。我很好奇，弥勒这个形象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设定好的吧？他从一个普通的修行者变成未来救世主，这个人设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资料里应该有线索。当然有，在书里就梳理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人设进化4部曲。在最早期的佛经里，弥勒的形象非常朴素，就是释迦牟尼众多弟子中的一员，跟其他人一样，举手提问，请教修行上的问题。这时候的他完全没有下一任佛陀这个光环，顶多算是个好学的学生，就像班里一个普通的同学。那第2步呢？怎么开始升级的？第2阶段，他被提拔了，成了首席助教。在一些经典里，释迦牟尼佛会偷懒，让弥勒代替自己去给舍利弗这种号称智慧第一的大弟子讲课。而且讲的还是缘起这种佛法里最核心、最深奥的内容。哇，这一下就把他的地位和智慧水平从普通学生里拔高了一大阶。好家伙，已经能给学霸讲课了。那最关键的第3步就是太子身份的确认了吧？没错，在第3阶段的经典里，释迦牟尼佛开始正式向大家介绍弥勒的背景故事，也就是他的过去世。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对比，也为后来2种净土信仰的竞争埋下了伏笔。是什么样的对比？佛陀说，
我释迦摩尼之所以能比弥勒先成佛，是因为我选择了一条难行道，难行道。一条充满痛苦和自我牺牲的路。我为了众生，可以毫不犹豫地挖出自己的眼睛，割下自己的血肉，放弃王位、妻子和孩子。而弥勒呢，他虽然发愿比我早，但他选择的是一条易行道，一条善巧方便、安乐之行的路。这个对比太关键了，等于官方认证了两种不同的成功路径，一条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苦修之路，一条是快乐学习、轻松进步的捷径。这不就是后来阿弥陀信仰他力救赎思想的理论基础吗？完全正确。这个设定不仅解释了弥勒为什么后发，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易行道一种合法性。然后就到了第4阶段，也就是弥勒信仰的全盛时期。所谓的弥勒6部经出现了，系统地把我们刚才聊的2种净土模式给理论化、体系化了。等于说，产品设策、迎合、营销方案都齐全了。是的，像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这些，就专门负责描绘未来人间乌托邦的宏伟蓝图。特别是提到了一个万众期待的高光时刻——龙华三会。也就是弥勒成佛后，会在龙华树下召开3次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弘法大会。在那3次会上，他将度化数以亿计的众生。而另一部核心经典《弥勒上生经》就专门负责推销天上预科班这个产品。我猜上生经里肯定有具体的操作指南吧，比如怎么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当然有，里面说得很清楚，只要你能称念弥勒的名号，遵守基本的戒律，再发个愿儿说我想去兜岁天就可以了。门槛这么低？门槛设得非常低。到这里，弥勒信仰在操作层面已经完全不输给后来的阿弥陀信仰了，足以跟它正面抗衡。一个完备的既有宏大叙事又有临终关怀的信仰体系就此成型。好了，这下问题就更大了。既然弥勒信仰起步早，根基深，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又这么完备，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身边念阿弥陀佛的人随处可见，而念弥勒菩萨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场持续了1000年的竞争，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最终的胜负？这确实是整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最核心的原因是弥勒信仰这边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理论大师和超级推广者。听起来像是一个产品很好，但营销团队不给力。你这个比喻很到位，书里有句评价非常精准。然而不幸的是，弥勒净土一方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大师。你反观阿弥陀信仰那边，在中国有谭鸾、道绰、善导，在日本有法然、亲鸾，这些人都是一个时代最顶尖的宗教思想家，他们一代接一代，像打造一个超级品牌一样，把阿弥陀的教义系统化、理论化，还创立了像净土宗这样组织严密、目标明确的强大宗派，去进行有组织的传播。所以这更像是一个营销问题，而不是产品问题。但这就奇怪了，一个流传这么广、根基这么深的信仰，为什么就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大师和推广团队呢？是他的教义本身有什么内在的限制吗？这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它有2种模式，反而分散了焦点，没能形成一个像专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极其简单统一的口号。而这就引出了第2个决定性原因。阿弥陀信仰的推广者，他们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叫纯粹他力。意思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得救，跟你自己努力不努力、够不够好，1毛钱关系都没有。哇！你得救的唯一原因100%是因为阿弥陀佛发过誓要救你。你的修行、你的善行，甚至你的信心，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哇！这基本上就是把门槛给拆了。你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什么都不用想，只要相信这个设定，你就安全了。对，这就是一种你只需开口呼救，救生圈就一定会扔到你面前的承诺。这种只需称名必得往生的教义，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挣扎、没有时间、精力，甚至没有信心去进行复杂修行的普通大众来说，那个吸引力是毁灭性的。它提供了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有确定性的终极安慰。我明白了，所以总结下来，这根本不是一场教义优劣的辩论赛，根本不是，它更像是一场持续了上千年的文化传播竞赛。
弥勒信仰像一个老牌经典产品，品质很好，受众很广，但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品牌升级和渠道拓展。而阿弥陀信仰像一个后起之秀，它找准了市场的终极痛点，就是对确定性的渴望和对复杂的厌倦，然后由一代代天才产品经理和营销总监接力，用最简洁的口号和最有效的组织，最终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回顾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资料，你会发现有一个对比从始至终贯穿着整个故事。你是说释迦牟尼选择的男行道和弥勒所代表的异行道？正是，你看，释迦牟尼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硬核奋斗的故事。他选择投身到这个最糟糕、最混乱的世界里，用极大的痛苦和自我牺牲，硬生生地闯出一条解脱之路。而弥勒的故事呢，则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不用那么着急，也不用那么痛苦，我们可以等待一个更好的时代，用一种更轻松、更安乐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走向圆满。一条是逆天改命，一条是顺势而为。对，而这两种路径的选择，其实也像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无论是在精选追求上，还是在个人成长上，你觉得真正的、深刻的转变是必须得像释迦牟尼那样头悬梁锥刺股，把自己逼到绝境才能发生的？还是说，其实也存在一条像弥勒那样的路，能让你在一种相对轻松、愉悦、更容易坚实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抵达目标？这两种净土信仰上千年的兴衰沉浮，或许就是人类社会对这个永恒问题的一次大规模的投票吧。所以，一个信仰的兴起，不是因为它更神秘、更权威，而是因为它更现实。人们可能不关心佛陀到底做了什么，而是关心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信仰能给我带来什么。理解这一点，你才真正理解宗教。